西方开始劝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，是抗不住了，还是要出卖乌克兰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近期，西方不断传出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的声音。先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声称，乌克兰不能拒绝与俄罗斯谈判。然后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·米利将军在本月早些时候说，军事上胜利也许无法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，现在存在谈判的机会之窗。英国的前首相约翰逊在接受采访时透露，德国评估了俄乌冲突的前景，他们认为这将是一场灾难，最好的选择是迅速结束一切，乌克兰应该投降。在乌克兰军队收复赫尔松市的大背景下，西方出现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的声音，而国内也有很多自媒体认为西方将要出卖乌克兰，甚至逼泽连斯基下台。特别是泽连斯基在波兰被 S-300导弹打击之后有点飘，甚至透露出了想把北约拉下水的意思，这让拜登和波兰等国非常不爽，说乌克兰太疯狂也不为过。针对西方逼着乌克兰要求谈判的声音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，西方这种做法是奇怪的，相当于要求乌克兰投降，因为乌克兰军队现在在战场上拥有主动权，而西方要求乌克兰不要通过军事手段实现目标，反而要求通过谈判来实现，这有些奇怪。他认为西方的建议意味着收复领土的国家要向正在失败的国家投降。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美国要求乌克兰与俄罗斯谈判的声音呢？首先，美国要求泽连斯基政府谈判，对乌克兰而言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契机，因为在乌军获得局部战场优势的时候进行谈判，对乌克兰可能更有利。就像米利将军所说的，乌克兰并没有条件通过军事手段来达成所有目标，最好的办法仍然是谈判。其次，西方在乌军获得局部优势之时，需要避免把俄罗斯逼上绝路。因此，乌克兰与俄罗斯军队打仗是一回事，拒绝谈判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西方想要的是双方继续打，也需要双方继续谈。这么搞还有一层目的，就是避免俄罗斯军队增加使用核武器的风险。最后，西方在持续援助乌克兰的问题上也面临着压力。乌克兰人在流血，西方需要在经济上为他输血。西方民众需要看到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希望。而更要命的是，俄乌冲突的长期化还会带来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，这的确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压力。西方民众对俄乌冲突的感觉已经钝化，乌克兰要不断的拿到援助，需要在战场上打得更好，但是也需要俄罗斯谈判，从而让西方民众继续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。当然，乌克兰是否与俄罗斯谈判，西方可以施压，但是不可能替乌克兰做主。西方逼迫乌克兰参与谈判的唯一手段就是减少援助，而目前呢，还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。总体来看，西方国家逼迫乌克兰与俄罗斯展开谈判，并不意味着他们要出卖乌克兰，而更多的呢，是为了避免让俄乌冲突外溢。如果俄乌双方继续交战，那么实现和平的前景就比较渺茫了。而如果双方通过谈判，就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。乌克兰可以选择不谈判，也可以选择在谈判时提出一些俄罗斯根本无法接受的条件，从而给西方一个交代。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我们可以看出来，俄乌冲突从本质上看很难通过谈判来解决。俄乌两军在赫尔松市的对决结束之后，冬季的战场将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还难以预测，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变化，也可能会在扎波罗热、顿巴斯等地区展开持续的决战，直到一方被打得彻底失去获胜希望为止。到那个时候，双方的和谈条件可能也就确立了，俄乌冲突也就可能会迎来彻底的终结。不过，这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，其持续的时间可能是几个月，甚至可能是几年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